今特赐九公主沈听河封地，珠宝首饰、绫罗绸缎、百香。3日后前往大蛮和亲，以保两国和平。儿臣接旨。九公主，陛下还是疼您的，希望您别辜负了陛下才好。天河明白。陛下哪里是疼你，分明是推你去跳火坑。大蛮民风粗俗野蛮，您过去哪有好日子过？还有这些封赏，一块贫瘠之地，这百香东西，怕是都比不上其他公主的1/1000。陛下都不看重您，大蛮更不会将您放在眼里了。公主，这对您太不公平。这些不重要。哪里不重要？公主，您不如再去求求陛下。没用的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倒是你，以后在宫中要谨言慎行些。好了，今日冷月宫的人都要被遣散走，不早了，你快去收拾东西吧，我休息会儿。公主，您保重。娘亲，我不想再做沈听河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只会有自由自在的玉听河。这地段太偏了，前头那家还是做白事营生的，晦气。是啊，谁租谁倒霉。再加3成租金，只要有人租，什么都好说。我租。姑娘好眼光，我跟你说，这铺子虽然看着旧了些，但风水极好。上家做白事生意又怎样？帮人做好身后事，那也是积德行善嘛。地段偏是偏了点，可安静啊，做什么营横都踏实。老板说的对，只要认真去做一件事，结果定不会辜负自己。铺子是小了些，但收拾收拾应该还能用。可不嘛，姑娘你一看就是个能干人，只要用心做，肯定红火。来来来，租契我都备好了，你看看，租金已经是整条街最低的了。姑娘要是觉得没问题，咱现在就签。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。这铺子我租了。哎呀，这大概是上家店铺小孩留下的玩意儿，还没来得及清理。晦气晦气，我这就帮姑娘扔了。等等，倒是做得精巧。木槿花不只有祭奠亡者的含义，木槿花朝开暮落，日日新生，寓意温柔坚韧，顽强不屈。我反倒觉得这花很好。姑娘不觉得晦气就好。那租期签了，我就先走了，铺子归你了。刚才碰到它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。那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像真的一样，这纹路像是活的似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叫聪聪，是灵田空间的看管兽，是你唤醒了我。狗会说话？别大惊小怪的，你都能唤醒我，我说话有什么稀奇的？给，那片空间叫灵田，能种药材和吃食，药材比凡间的疗效好，吃食也比凡间的香甜。你只要获得暖心值，就能解锁更多好东西。不信你尝尝这个柿子。这也太甜了吧！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能种出更多这样的东西，只要你有暖心值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那我要开一家医馆，再开一家点心铺。开业前3日，凡买如意高者，免费问诊1次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哟，新来的姑娘，你这又卖点心又看诊的，倒是头一次见。
姑娘，我劝你当心些，怀城拢共就一家妙手医馆，一次诊费抵得上普通人家2日开销。各家点心铺也争得凶，尤其是回味点心铺江老板，可都是不好惹的主。做营生各凭本事，我用心待客，客自会用心待我。药钱只收妙手医馆的1半，您拿好，按时服用。哎，好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区区女子，不好好在宅狱相夫相子，学了点皮毛医术，竟也敢抛头露面行医问诊，丢人现眼，也不怕招人笑话。我看你根本是不把百姓性命放在眼里。一介女娘，恐怕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哪里懂什么医术？若因你的失误害了人性命，你担得起吗？我不会断错，更不会害人性命。我开医馆的初衷是治病救人，不奢求任何人认可，只愿于百姓一份安康和希望。大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女儿！傅大夫，我女儿掉进河里了，求您救救她！孩子在水中泡得太久，呼吸闭塞，已经没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傅大夫都说没救了，那肯定是没指望了。不对，孩子还有救，是窒息假死，尚有生机。你胡说什么？老夫行医30年，谁家有长板凳和厚棉被？快拿来，皂角也捣碎，快！来人，稳住凳子，上下晃，不要停。人命关天的事，你不要乱来。我能救。我的奶奶活过来了！活过来了，真救活了！哼，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野蛮粗俗之法，无人实践过，就敢随意尝试，荒唐！偏方也好，野蛮粗俗也罢，人家刚才救了那女娃一命，总好过你轻飘飘一句准备后事，差点毁了一个家。恩人，您是我全家的恩人，我给您磕头。不用谢，身为医者，救死扶伤本就是我的本分。大家若是信得过我，往后有什么病痛，尽管来寻我，我定用心对待每一位病患。我还以为你就会点皮毛，充其量为点心铺打个响头引客，没想着你深藏不露啊！点心做得好，医术也是了得。你这是师承哪位神医呀？我这医术和点心都是娘亲教我的。神医或许谈不上，但我娘亲的确是一位很优秀的医者，也是一位很好的母亲。这如意糕可真好吃，比回味裤子的还香。可不是嘛，价钱还便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姑娘的医术真有那么神？昨日那事儿，别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？我也觉得悬，一介女子，医术能好到哪儿去？老实卖卖点心就得了，少做些惊世骇俗的事儿。姑娘，多亏了你昨日给的那药膏，老夫多年的腿疾抹了1次当真不疼了。这蓝野果是自家山上摘的，你收下。多谢老人家。娘子，你昨日给我开的四物汤，我只喝了1副，多年腹痛就缓和了许多。以前试过多少药都不管用，你这药太灵了。姐姐，谢谢你治好了我身上的疱疹，我娘说要当面谢你。不客气，回去记得按时擦药。哎呀，这姑娘还真有两下子。接连3个人都来谢，这还能是瞎蒙的？姑娘，帮我看看我这咳嗽，都咳了半个月了。你们先来的，让我先来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这2日收益比从前少了足足2成，你是不是趁我不在消极怠工了？老板冤枉，是老顾客都跑去对面核心裤子买如意糕了。他们说那边如意糕不仅便宜，味道还比咱们家的好吃不腻。什么？就他那个破店铺，能比得过我家的100年招牌？去，给我买1份如意糕回来。
尝尝，告诉我有什么问题。好好吃。老板，我觉得这糕点好吃的有些不正常，竟然是一点香料味都没有。你去给我散布消息，就说核心铺子的如意糕香味太重，疑似添加了毒食粉。再按照他这如意糕的样子，给我做几份一模一样的出来。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也敢抢我的生意，我定让你店铺都开不下去。赔钱！你就是这家黑店老板？几位有话好好说。我家孩子昨天吃了你家糕点，上吐下泻，发了1天1夜的烧。你卖的东西有毒，我闺女也吃了，肚子疼的打滚。味道好吃的这么不正常，谁知道往里加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？凡事讲证据，我家连着吃了2天，什么事儿没有，你们别空口白牙污蔑人。哟，买糕点免费一诊，怕不是故意在糕点里动手脚，让人吃坏了身子。哼，回头好再找你来问诊吧。要别说最毒妇人心呐，真是好精的算盘。走，跟我们见官去！今天非要查封你这黑店！怎么回事？当街闹事，他往点心里加了不好的东西。他说的可是真的。我的糕点有没有问题，任凭查验。正好我也想问问，诬陷造谣他人，该如何惩治？你少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！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大家请看这里，这木槿花纹路是我亲手所绘、亲手制作的印泥盖上去的，每一份核心铺的如意糕都有，无人能复刻。你们拿来的如意糕没有这个标记，所以根本不是我家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此事确有蹊跷。这几位，先随我们回府衙吧。误会，是我们弄错了，对不住，我们这就走。砸了我的店，毁我名声，就这么走了？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先带回府衙，各打10大板，关押几日，等查验结果出来再定夺。别打！我说是姜老板，是回味点心铺的姜老板让我们来闹事儿的，他还给了我们每人2两银子。空口白牙就想诬陷我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这人是谁，我都不认识，兴许是同行眼红，故意攀咬我呢。几位官爷，我们做营生的确实不容易，今日劳烦跑这一趟，小小心意。日后若还有这等扰乱市井的事，还得要再劳烦官爷们费心了。行了，先把这几人带走，回去细审。庭鹤，今天这事儿不简单。江瑶那人我了解，心眼比针尖还小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最好来，没事儿，我也不是软柿子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不过你自己当心点儿。等等，主人，不对劲，我闻到好浓的血腥味，前面草丛里有东西。别打草惊蛇，我们走小路。别出声。人跑不远，分头搜。若等会儿被发现，我会拖住他们。
你直接跑，不用管我。那边有动静，追！你中了毒？没事，我有解毒丸，吃了就没事了。这解毒丸有毒，不能吃。信我，我能救你。我同你素不相识，凭何信你？你手里的解毒丸名为断机粉髓散，是慢性剧毒，服下后确实会气血奔流、外伤暂愈、体力暴增，但那全是透支生命的假象。毒素会潜伏在你经脉骨血中持续沉淀，只需3年，脏腑衰败、气血崩碎，无药可解。怎么会有毒？这药是阿唐临行前拿给我的，我同他青梅竹马，他如何会害我？这药是谁给你的？这是我亲手做的清毒丸，对付这种毒绰绰有余。张嘴！你干什么？看清楚，毒素已经沁入胸口，再不服药，你撑不过今日。若我骗了你，你大可以让我偿命。横竖我跑不了，你怕什么？咽下去，好好睡一觉。醒了，毒清干净了，伤口也换了药，你底子好，小伤好的差不多了。多谢。你用的什么药，效果竟这般出奇的好？我家世代行医，方子是独门秘制的，不便相告。将军，将军您在吗？将军，您没事，太好了！起来，人都齐了。齐了，弟兄们昨夜掩护您撤退后各自散开，循着您留的记号才找过来的。震惊，救命之恩，改日再报。这几瓶药你拿着，跟你兄弟们一起用。我在怀城南巷开了家核心铺子，有需要可以来找我。我记下了。主人，暖心值涨了好多。把从对面买来的如意膏拿给师傅瞧瞧啊！好好看看，这东西有什么特别的？老板，做法并不稀奇，就是寻常的点心方子。那就在这基础上给我改良，原料口味升级，做法更精致，包装再精美些。今天就要上架。今天？对，名字就叫花颜膏，价格比它便宜20%。再放话出去，临近花灯节，买一份送一份。我倒要看看，一个乡野丫头拿什么跟我斗？天河，你可知道那江瑶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趁你没开门，她做了个什么花颜膏，包装精美，还买1送1，价格比你便宜2成，这就是明摆着抢你生意。什么恩啊？你就不着急？不如你也跟着降价，先把回头客稳住再说。不管是问诊还是点心，我做的是良心买卖。我用的每一味药材、每一份食材都是实打实的，客人吃进嘴里，心里自有一杆秤。用心做的东西，别人抢不走。花银糕，新上市的招牌点心，比对面便宜2成，买一份再送一份。太齁了，
甜的嗓子眼发腻。馅料这么少，外皮还黏腻腻，一股香药味儿，比人家如意糕差远了。我也觉得，做的再好看有什么用？吃着不行。还是核心铺的如意糕实在，又香又不腻。各位，可能是后厨火候没掌控好，我让师傅重做一份。不必了。于大夫，你可算开门了，等你好久了。还是你家如意糕对胃口，又香又软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我要5份花颜糕，那东西中看不中吃。多谢大家抬爱，今天如意糕管够。宋将军，您来了，还是老规矩，给弟兄们买糕点。我昨儿新出了花颜糕，给您安排上，价格再低一成，我还能多送您几份。那家店这么多人，糕点味道很好。将军，您有所不知，那香野丫头不定用了什么廉价食材，加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要口味罢了，哪比得上我家百年字号吃着舒心？就这一介女子，不好好待在家里，还抛头露面学男子行医问诊，简直可笑！够了。是，我多嘴了。这般无知女子的行径，确实不该说与将军听。来，这盒花颜糕您先尝尝。不必。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这是谢礼，你务必收下，否则我心难安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回礼，好吃再来，多照顾照顾我生意。于大夫，我家老头又犯喘了，您快去看看。主人，快看，林田又自己开发了，这回长的可是好东西。看来又能出好药材和新的吃食了。暖心植长得快，林田就长得快，你继续加油。我要吃海鲜羹，就要吃。乖宝，你这2天肠胃不好，大夫说了不能吃寒性的。不管，我就要。乖宝，吃块糕好不好？尝一口，不甜不腻，暖暖的。还要。我这孩子嘴刁得很，什么东西都只吃一口就丢，没想到你这儿的他竟能喝完。清甜软糯，暖到胃里去了，太好喝了！给我来一碗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宋将军，天冷，喝碗羹暖暖身子。真的。大家排队，想吃什么？今天这顿我请。这汤也太好喝了，比军营里的大锅汤强100倍。玉姑娘，以后我营中的吃食，能不能都从你这儿来？宋将军这是要把我铺子买空？
其这般偷鸡摸狗，这煞费苦心，倒不如你我联手，把那个碍事的丫头赶出怀城。往后这城里，你一我十，各占半壁，谁还跟我们抢？成交。大半夜的，二位在我店里做什么？误会，我方才路过，听见里头有动静，怕是遭了贼，好心前来看看。至于傅大夫嘛，不知道是不是来偷东西的，我可和他没关系。你少来！你往人家水桶里撒药粉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你。既然二位都承认了，那便随我去见官，让线套爷断一断。救命！救救我弟弟，还有镇上的人！疙瘩温，是疙瘩温，这女娃没救了，赶紧丢出城去，丢远些。晦气，真是晦气！赶紧把这祸害弄走。只是感染初期，脉象虽弱，但尚有转机，还能救。你疯了！这是瘟疫，传染性极高，不把人送走，整个怀城都要遭殃。玉庭和，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。我能救他。玉娘子，开门啦！玉大夫，您怎么蒙着脸？是不是病了？诸位，店铺要暂休几日，对不住大家。怎么了？玉娘子可是有什么事儿？大家可别被他骗了。昨夜他收留了一个染了疙瘩瘟的女娃，近距离接触了一整夜。他自个儿怕也染上了，还妄想着开店营生，他就是个祸害。疙瘩瘟。那不是染上就死吗？你怎么能把染病的人留在城内？这不是要害死我们吗？该把人丢出宫去烧了！可不是嘛！他自己想死也就罢了，还要拉上满城人垫背。咱们怀城就这么大点地方，要真传开了，谁也跑不了。你们俩祸害，赶紧滚出怀城！滚出去！就是他，赶紧滚出怀城！先进去，别出来。诸位听我说，他只是染病初期，昨夜我已经控制住了他的病情。这些天，我和他都会一起隔离在这铺子内，绝不接触任何人，直到彻底痊愈为止，绝不会连累大家。都住手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个个说。将军，你也赶紧离他远些，他染了瘟疫。玉大夫，快救救我家孩子！今早他身上也起了紫色斑块。我家婆娘也一样，我爹身上也起了。都是你，就是你收留的那个女娃传染的，你是怀城的罪人。要是我家人有事儿，我让你偿命。我能治，若治不好，任凭大家处置。都给我安静！我以君职担保，信着你。若出了任何差池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你安心去做，需要什么尽管吩咐。水不能用了。
大夫，谢谢您救了我孙儿的命。老人家，您太客气了，病好了就好。大家的好意我都心领了。今日我还有事，大家先请回吧。玉大夫，救救我们吧！小医仙，您是咱们的小医仙。你总算来了，给，宋小将军托我转交给你的信，他早上走得急，便没能等到你。给我的？天河啊，宋小将军可是少年英才，许多贵女可都对他青眼有加呢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两个人相爱，家世身份都不是最重要的，你俩也很般配啊。林婉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同宋小将军只是朋友。他是感谢我的救命之恩，才对我多加照拂了一些。这种让人误会的话，以后可不能再说了。好好，是姐姐失言了，我走了。若出新品了，记得给我留。等我探亲回来，我也给你带好吃的。知道啦，一路顺风。月姑娘，我有事回京一趟。知你一女子孤身在外不易，既是朋友，若有需要，去我府上招呼就好。你就是那个小医仙，听说你能治旁人治不了的病。姑娘的疤多久了？11年。儿时被绑匪所伤，寻遍名医都去不掉这道疤。脂磷膏，每日睡前涂抹，连续1个月，疤痕可消。若没用呢？郡主若觉得我是行骗，自可来砸了我的招牌。好。我信你这一次，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。若你有名无实，我定不轻饶。你就是玉天河。郡主用了你的药膏之后，皮肤溃烂，如今性命垂危。你用什么鬼东西害我家郡主？你就是那个江湖庸医，你给贤司的什么药膏？太后赐婚婚期在即，如今她连毁人威，你让本侯如何收场？说，受何人指使？侯爷深夜将我抓来，我总该知道郡主是什么的状况。仔细看，侯爷，这瓶药膏本身没有毒，成分没有问题，不会致人溃烂。郡主的情况应该另有隐情。你说没毒就没毒，那嫌疑的脸怎么回事？你是你推卸责任的托词。侯爷若不信，可以请人来验成分。若这瓶药膏验出有误，我认罪伏法，绝不含冤。侯爷，不好了，郡主她口吐鲜血，昏过去了。妖女，你还说没有毒？说，到底受何人指使？药膏没有毒，让我去看看郡主，看完我就知道。还敢狡辩！来人，这个妖女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侯爷，我会医术，让我去看看郡主。若我治不好她，你再杀我不迟，只耽误1刻钟。
愣着干什么？去请大夫！全城的大夫都给本侯找来！侯爷，你打死我容易，可郡主呢？人命关天，你让我看一眼，就一眼就好。瑞王殿下说了，这桩婚事务必要顺利。况且太后懿旨已下，就算贤思真有了什么好歹，顾家其他代家照样对将。瑞王向来心思缜密，此桩婚事怕没那么简单。保险起见，不如你当真想补救？是，若我救不回郡主，我任凭侯爷处置。好，将人带下去关进柴房，严加看管，没本侯命令，谁也不许靠近。太后懿旨只是要求顾家女，也没指名道姓。那顾家养女不也是顾家女？他明明要杀我，为什么突然改了主意？彭聪也不知道跟没跟来，得想办法出去。跟我走，现在就走。女主，你……长话短说，我知道你给我的药膏没有问题，只是我找你求药是假的，我根本不是为了治脸才去找你的，我需要一个名正言顺出府的理由，我想拿的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西宁丹，假死药，我花了3年才寻到。我往脸上抹了鱼鳞草汁，看着红肿溃烂，我又吃了西宁丹，才会吐血昏迷。今晚药效就会正式发作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我死了，我就彻底自由了。你找我求药，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你是我唯一的由头，一个从怀城来的小医仙，治好过瘟疫，救过那么多人。我找你看脸，谁会怀疑呢？我才能顺理成章出府去拿药。我知道我爹会找你问罪，我原本已经安排好一切助你逃脱的，可我没想到我爹竟然想让你来替我嫁。让我替嫁？对，对外宣称便是认你做了顾家养女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你得赶紧走，我已经安排了马车。从这里一直往东走，拐过街头就看见马车了。车夫是我的人，会送你离开京城。这些你拿着，路上用。你身上什么都没有，出了京城总要吃饭落脚。对不起，这次是我连累你了，只是不想再当傀儡。保重。你也是，走吧，别回头。好了，该轮到我演完最后一场。姑娘，郡主让等的人。你以为贤思那点把戏能瞒得过本侯？我的乖女儿，你走不掉的。
谈好他，大婚之前绝不能有任何差池。大小姐逝世，将将军7日后，7天后。哪儿给成亲当事人都不知情呢？拖到婚期才告知，一点反悔余地都不给您留。一纸难为，这桩婚事恐怕不简单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那可太不简单了。将军，我听您打听了，那顾家女毁容了，身体不太好，据说前几日大病了一场，差点没挺过来。宁安侯府一直瞒着没报，太后那边都不清楚。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？婚期在即，人后脚就病了。你还打听了什么？顾家女病得蹊跷，脸上溃烂，口吐鲜血，大夫束手无策。可没几天又好了，婚事照常，一点没耽误。将军要是不想娶，太后意志已下，先回去再说吧。天亮之前赶到下一站。找玉大夫，他好几天不在了，铺子一直关着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他不在几日了？什么时候不在的？好像有许久了。就那日，我见您出城的那天，玉大夫还是在，后一天就不见他人了。兴许是有急事外出了吧。将军，明日大婚。知道。回府。宋将军大喜！将军少年英才，顾家门楣清贵，当真是天作之合。将军，时辰到了，该拜堂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有，将军别介意。新娘子体弱，前段日子生了病，还没好全，需得人搀扶着。没事，先拜堂吧，其他礼节就免了。等会儿直接送他回房休息。好，还是将军疼人。一拜天地。怎么是你？宋朝野，你几日不见，怎么会在顾家的花轿里？我被宁安侯抓去的。顾贤思的脸出了问题，他非说是我的药膏害的，要把我乱棍打死。后来不知怎么回事，又改了主意，把我关进柴房。半夜顾贤思来放我走，说是宁安侯要让我替嫁。我翻墙逃跑，后脑挨了一棍，醒来就在将军府了。顾贤思的脸，他的脸不是我治坏的，他找我求药只是幌子，真正的目的是出府去拿假死药。他
还想假死脱身逃婚。我根本不知道他换了我的药膏，就被抓去问罪了。所以你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要嫁的是谁？我连要嫁给谁都不知道，被人为了五事散，换上嫁衣，塞进花轿，拜了堂，送进弄房，每一步我都身不由己。你呢？你也不知道娶的是谁？我此次回京才得知婚事，太后赐婚，宁安侯府顾家女。既然是一场乌龙，那就趁早解决。明日一早，你去侯府说明情况，我离开就是。你走不了。什么意思？宁安侯把你塞进这门婚事，说明他根本不在乎新娘子是谁。顾贤思病重也好，痊愈也好，他需要的是一个顾家女嫁进将军府。你走了，他还会再塞别人家。这桩婚事本就不简单，与其是一个不明心思的表面妻子，倒不如是一个相识的盟友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留下？你留在我身边，至少在我眼皮底下，不会有人再敢动你。这桩婚事本身就是一场算计，我现在还没查清楚背后到底有多少人插手。但既然他们已经把你送进来了，你在这儿反倒比在外面更安全。等我把这桩婚事背后的目的查清楚，我会把一切解释清楚。到时候你想走，我亲自送你走。好，那我留下。你睡哪里？我睡榻上，你睡床。你真的不打算追究宁安侯？他把你蒙在鼓里，塞了个假新娘进来。留着他，才能顺藤摸瓜。我比你更想知道他在盘算什么。对了，明天起府里的人叫你夫人，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店铺你照凭开就是，后院的药房你也可以用，我不会干涉。平和，你发现没有？今天来的客人少了一大半，都让对面那百花酥吸走了。江瑶这回学聪明了，不跟你打价格战，拿新花样抢人。他爱抢就抢。我做的糕点用的是什么料，老库人心里有数。可我听送货的老刘说，江瑶把怀城几家大的干货铺子都谈下来了，只听他一家供货。你后面想做新点心，材料都未必买得到。买不到我就自己种。啊！主人，林田里的薄荷跟紫苏都够用的，你在外面种太慢了。我知道，但江瑶能断我外面的活，我总不能一辈子靠林田撑人面，把林田的苗慢慢移出来养。养出规模了，就不怕它卡了。那你林田里还要不再开新地？先把手上的东西养好再说，开新地不急。看见没有？这才几天，把对面的客人全拉过来了。他以为做了个薄荷糕就能跟我斗。老板说的是，这怀城谁不知道？咱们回味铺子是老字号。我看他还拿什么跟我争？怀城的干货铺子全让我谈下来了，
面粉路数也盯死了。他做点心的东西都凑不齐，拿什么开张？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来买百花酥的吧？听说姜老板最近把怀城的干货铺子谈了个遍。将军，我这不是做营生吗？做营生没问题，但你动到我夫人头上，那就不行。岳琪，把东西拿进来。夫人，没错，玉听河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。这是城外老周家的薄荷干，我让岳琪跑了趟腿，包圆了。往后我夫人铺子里缺什么，我自会替她办，不劳姜老板替他操心货源的事。将军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没那个意思就行。走了，岳琪。傅大夫，傅大夫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傅大夫刚才给病人看诊，忽然就捂着肚子坐下了，水都端不起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！你右下腹绞痛，间歇性发作，这个情况有多久了？它疼了多久了？断断续续半年多了。傅大夫一直自己喝药压着，但最近越来越频繁了。这个病我能治，但你得让我治。你这病是肝气郁结太久，气血运行不畅，时间久了淤积在右腹，止痛药只能压一时，治不了根。你行医这么多年，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吧？知道又怎样？这病要根除，得用一味主药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成色够好的。什么主药？玄参，成色够好的玄参，要长在极阴之地10年以上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真的。方子我开了，你先按这个吃3天，3日后我带着玄葱来找你。你上哪儿去找10年的玄葱？你别管我上哪儿去找，你就说愿不愿意试。治好了再说。主人，你真的要用灵田给那个老头种玄参啊？他之前可没少给你使绊子。他使绊子跟他是病人是2回事，做大夫的不能因为病人讨厌就不治了。那玄参种下去得10天才能收，灵田已经调到最快的速度了。10天就10天。这10天里，他先把方子吃着，等玄松出来了，我把药配好送去。行了，剩下的交给灵田吧。听和，我今天早上路过将军府门口，看见一个姑娘在门口站着，站了很久才走。长头发，穿件藕荷色的衣裳，长得挺好看的。哦，你就不问问那是谁？你想说就直说。我听人说，那个姑娘姓苏，跟将军从小一起长大的，2家以前是邻居。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就不怎么来往了。
昨天忽然又出现在怀城。知道了。你是玉姑娘吗？我是。您看诊还是买点心？我叫苏唐，我听说你跟宋昭也成了亲。拜过堂了。我只是来看看你，没别的意思。今天苏唐去你铺子了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说来看看我长什么样。我跟他确实从小认识，但他给我那瓶药的事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再信他。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，你跟谁认识又不关我的事。你这语气听着像生气。我没生气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我看了，怎么了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别管哪儿弄来的，方子我重新改了一下，玄宗为主药，配了3味辅药。你按这个方子连吃10天，之后就看效果了。我以前对你说了不少难听的话。你说的是实情，一个女大夫在怀城立足确实不容易，但你现在愿意让我治，说明你信我。我3年前接了一个疑难症，当时没治好，那人后来去了外地才治好的。我嘴上不说，心里知道是自己本事不够。你那个救溺水孩子的法子，我后来回去翻过书，确实有出处。以后病人有合适的，我会往你那边推。于廷和，下次做新点心，可以给我送1块尝尝吗？行，明天给你送。挺和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苏姑娘今天又来了，站对面看了好久才走的。你说她到底想干嘛？天天来看你铺子又不进来，你这是被盯上了。腿长在她身上，她爱看就看吧，又不影响我生意。你就不吃醋啊？吃醋能当饭吃吗？行了，别在这杵着了，回去看你的面馆去。等会儿客人来了，该找不到你了。苏唐今天是不是又来了？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跟他已经没什么了，我来跟你说一声。你说过了，我记性没那么差。路过城外看见的，顺手折的。你之前不是说喜欢木槿花吗？顺手？城外木槿树在河对岸，你怎么顺手的？铺子关了就回去吃饭。将军，云城那边传回来的，宁安侯又在跟京城的人接触，这回是瑞王身边的幕僚，直接去的侯府。瑞王的人直接上门了，他这是不打算藏着掖着。我怀疑瑞王那边等不及了，顾贤思跑了之后，宁安侯手里缺一张牌，瑞王这是在催他。
还有别的消息吗？西边来，邻国的兵又往边关方向挪了10里，粮草车也在往前线送。这不像寻常调防，倒像是准备动手呢。3个月之内，他们一定会动。你回去之后，把粮草清点一遍，有多少报多少，我要心里有底。是。岳琪走了。看你脸色不太对，出什么事了？还说不准，先不跟你说了，省得你瞎操心。行，那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明天我炖个汤给你补补气，你这2天脸色不太好看。有人托我转交的。这是哪来的？以前一个老病寇送的，自家种的，我留着也没用。听说你做桂花糕，送你了。谢了，明天给你留一屉。我没看错吧？傅大夫，给你送东西。他最近脾气好多了。你这是把他彻底生服啦！粮草清点完了，将军，库存够3个月的。但这3个月里，如果边关吃紧，京城那边再卡一刀，我们撑不到半年。3个月够了，邻国那边的动静先不动，我们现在先盯紧瑞宝的粮道，他动了，我们才能知道他想干什么。那夫人那边要不要跟他透个底？万一后面真有事，他也好有个准备。我自己找机会跟他说。主人，这一茬收了差不多300斤。林田的土养分还足得很，下一茬能种更多。先收，磨出来的面粉，我拿一批做点心试试，剩下存起来。对了，主人，暖心值最近又涨了不少。复年那个老头给你送桂花那天涨了1针，后来你给将军炖汤那天又涨了1节。林田感应得到，现在灵气比以前足多了。那我接着做好事，林田接着长。这面粉好甜，比粮铺子里卖的精面还香。你从哪儿弄的？自己种的，不多，就够做几屉包子试水。你还会种麦子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本事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。明天早上蒸1屉麦香包出来卖，先看看反应。于大夫，你这包子是什么面做的？怎么这么香？这面皮有嚼劲，还回甘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。自家种的一点麦子，磨了是试手。大家觉得好吃，就多照顾生意。老板，要不咱也学他做麦香包？上哪儿去找那么好的面粉？怀城粮铺里能买到的面我都尝过，根本不是这个味儿。他那面粉来路不明。主人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你今天包子卖出去的时候，暖心值涨了1大折，而且林田感应到，从连里落选，外面的人吃到了你种的东西，那些外苗在田里自己就开始冒新芽了。他能感应到桥外面的事，
林田跟你绑在一起的。你做的每一件好事，帮过的每一个人，林田都会记下来。你种的东西被吃进嘴里，那点欢喜和满足，林田全能收到。那我要多种一些。两位，大半夜的在城外转悠，是迷路了还是走亲戚？不过按大夏律法，半夜不开城门，你们要么跟我走一趟，要么我送你们去县衙住一宿。手放好，别乱动。宁安侯写给瑞王的语气已经慌了，他在信里问瑞王下一步该怎么走。瑞王那边还没回信，但这两个人身上还搜出了云城侯府的腰牌，是宁安侯的心腹。信先留着，他们的人来了怀城，说明宁安侯已经坐不住了。你不用动他们，关2天放了。让他知道我们发现了，他反而会更慌。是。对了，将军，还有一件事，那两个人身上带的干粮里有西域才有的香料，不像普通侯府家丁的吃食。西域香料，宁安侯不只跟瑞王有来往。今天想买点什么？不是来买点心的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你说吧。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见我，但我马上要离开怀城了。走之前想跟你说一声，我来这里不是想跟你抢什么的。他娶了你，我替他高兴。那瓶药的事儿，是我对不起他。苏姑娘，你不需要跟我这些，你是对不起他，不是对不起我。你要是真心想道歉，该跟他说。我试过。但他现在身边有你了，我走以后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好好待他。天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把蒸笼端上来吧，客人该来了。我去边关巡防，最快5天。府里你盯紧了，铺子那边让老周头多看着些。知道，夫人那边我会留人暗中跟着。对了，将军，你要是路过云城地界，绕开走，现在还不到碰宁安侯的时候。听和，听说将军出城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说是5天。想人家啦？他走了，铺子照开，饭照吃。你嘴上这么说，手里的活儿都干错了。那把薄荷你刚才理过一遍了。你赶紧回去看你的面馆去。你怎么来了？腿脚还没好利索就别乱跑。跑了一趟山下，收了几斤干的枸杞芽，给你送点。你那麦香包我尝了，不错。你自己留着跑茶喝不好，给我送来做什么？我一把老骨头喝不了那么多，你铺子用得着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明天我给你送一罐麦香过去。以前他看你一眼都要翻白眼儿，现在又是送桂花，又是送枸杞芽，你这医术不光治病，还治人心啊！他就是嘴硬，
主人，那老头现在对你挺好的。他人不坏，就是以前拉不下脸。那你呢？你拉得下脸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那个将军啊，他走了2天了，你每天晚上坐在这廊台发呆，想他就说想他呗。他过几天就回来了，我有什么好想的？嘴硬。将军，明天天亮前能到，那边巡防的情况我都记好了。城里有消息吗？没有，越区的人盯得紧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对了，夫人铺子里这几天生意不错，好像新出了个麦香包，整天排长队。他还挺会折腾。那可不，夫人走到哪儿都能把铺子做起来。路上看见的，顺手摘的。回来晚了，花快谢了。5天回来，你就带了这个？还有1袋子干枣，在马上忘了拿。先进来，外面冷，我去给你热碗汤。你这汤里放了什么？黄芪和干枣，补气的。你巡防这几天累了吧？还好，就是路不太好走，城外有几段路被水冲了，绕了不少弯。哪里的路？西边，接近云城那段。今年雨水少，河道干了，路基塌了好几截。先喝汤吧，喝完了早点歇着。这花都蔫成这样了，你还摘回来？摘的时候还好好的，骑了一路马，风吹蔫了。下次别摘了，我后院自己种的有。也行，那你种开花了给我看。天河，过些日子，怀城可能要忙起来，到时候铺子那边你操心些，府里的事让管家去管就行。士边关那边有事，还不好说，但你要有个准备。周叔，今年街上人怎么少了不少？城外好几个村子的井都干了，县衙那边说今年雨水少的邪乎，怕是旱情要来。我娘家那边也来人说了，地里麦子都蔫了，苗都没抽齐。主人，你白天在铺子里听到旱情的事，林田感应到了。外面要是真的旱了，粮食就会出问题。林田里的麦子不受旱情影响。主人，你要不要多开几块地种麦子？开，能开多大开多大。那暖心值可能不够一口气开太多。但是主人，林田现在跟你的心念是通的，你心里想救多少人，林田就能长多少东西。那就不急，一步一步来。这几日雨一直没下，京城的批文也不下来，粮道那边说是在等调令，但迟迟没动静。再这样下去，会有很多人没饭吃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让人去临县买粮，但杯水车薪。百姓饿肚子，边关的军心就会不稳。邻国那边也在看着，一旦大夏内乱，他们就会动手。粮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天河，有些事你做不到的，不用硬扛。我试试。主人，你不怕累啊？这几块地加起来得收好几百斤。累怕什么？能救人的东西，多累都得干。你帮我盯着林田，这批麦子要长得好好的，包在我身上，保管一颗都不会少。希望来得及。这地废了，再不下雨，今年颗粒无收啊！天河，我家那口子说，村里好几户人家已经在收拾东西，准备往南走了。
说是那边雨多，还能有口饭吃。南边也不一定够吃，这么多人一起走，路上就先把粮吃完了。那怎么办？铺子里存的面粉，我匀一些出来，你先拿2袋回去，不够再来找我。你哪来那么多面粉？你别管，有的吃就行。主人，这几块新地长势比预想的还好，再过一段时间就能收了。而且灵田的灵气自动在护着这片地，看不到它。聪聪，外面的旱情比我想的严重，灵田里的粮食是救命的东西。主人，暖心值够了，灵田还能再开2块地，你种什么？种土豆，那东西顶饱，收成快，能救更多人。排队，一个一个来，记得领不到。玉大夫，这麦子真的不要钱？不要钱，您拿回去磨了面，够吃一阵子了。谢谢您，您这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。将军，西边的动静越来越大了。邻国那边增兵到了5000，前锋营已经压到了七水关外10里。他们在等着看我们这边的粮能不能撑住。可我们的粮确实撑不住太久，京城那边粮道的批文至今没下来。宁安侯又在云城压着，不让我们从南边买粮。先守住关口，能守1天是1天。粮的事，我会想办法。天河那边，让他继续做他的事。他铺子里那些麦子，来路先别查。明白。主人，昨晚又有几户人家来门口放了东西，野菜干、鸡蛋、1包盐，都是你白天给了麦子人家送来的。他们自己都快没吃的，但他们记着你的好，灵田感应到的。昨晚暖心值又涨了一大截，灵气溢出来了。麦田里那些麦穗比之前还沉了几分。那正好，下一批粮食更快收上来，就能给更多人吃。主人，土豆长得很快，灵气足的话，大约20天就能收。20天，外面的人还能撑20天吗？不知道，但灵田的产出不会停，这批收了马上种下一批。那就一直种，种到外面的人都能吃饱为止。1人1包，路上吃，别省着，饿坏了身子到不了地方。于大夫，你这份恩情，我这辈子都记着。记着就行，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别看我欠他的，现在还账。将军，七水关传来的消息，邻国前锋营昨晚动，派了小队夜袭，烧了咱们关外一个哨所，伤了2个人。他们在试我，看我们还有多少力气。粮草的事，将军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军中断粮，士兵连刀都提不动，拿什么守关？明天我出城一趟，府里的事你看着办。天河那边，别让他知道太多。将军，您要去哪儿？看看有没有别的路。天河，将军让人送来的，说他有事出城几天，让你别担心。还有，傅大夫让我告诉你，他那边的草药也快断了，问你有没有门路。
草药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你那边的面还能撑多久？还能撑一阵子，你给的麦子够用。傅年那边我去一趟，你帮我看着铺子。行。你来了。药材不够用了？不是不够用，是根本买不到了。运粮的车都不够跑，没人顾过上运药材。这是黄芪，当归党参，每样1包，你先用着，用完再来找我拿。你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你别管哪来的，有得用就行。你这边病人多，药不能断。行，我替你保密。将军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粮还够吃几天？省着吃，还能撑10来天。不过将军，这批土豆是今早不知谁放在营门口的，好几大袋，够全营吃3天。问了半天，没人知道谁送的。吃了就行。继续守着，我去看看关外的情况。是。将军，夫人那边一切安好。她最近在发粮，好多人都领到了。傅大夫跟她走动得很亲，两人关系比以前好多了。他倒是忙得过来。将军，营门口那批土豆，我让人查了，实在查不出是谁送的，不像寻常粮商的手笔。不用查了，有人愿意送，我们就有的吃。记着这份情就行。主人，你这几天没怎么合眼。林田里的事不能等，外面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哪睡得着？可林田的灵气是靠你的心念养的，你累垮了，林田也撑不住。我知道，再撑一阵子。主人，你种的土豆有人已经吃到了，林田里那些土豆苗都比昨天高了1截。吃的不是雨水，是吃粮的人心里的感激。玉大夫，家里没啥好东西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糖饼，给孩子吃的，您别嫌弃。不嫌弃，我收下了，谢谢你。将军，邻国前锋营昨夜又往前压了5里，在关外扎了新营，目测人数至少再增1000。他们的粮草呢？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他们从西边绕道运粮，走的不是大路，是条山间小路，我们之前没发现。这条道能走粮车，能走，但要绕很远。他们运一次粮至少要5天。派人去劫，不用全拦，拦一次就够他们慌的了。是。将军，今天劫粮的人回来了，烧了敌军3车粮，够他们乱2天的。这些粮是什么时候送来的？今早天没亮就放在营门口了，跟上次一样，没人看见是谁送的。收了，分下去，让弟兄们吃饱。是。军营里的粮是你送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袋子上的绳结跟你后院绑袋子的手法一样。
你的麦子是从哪儿来的？城外旱成那样，你铺子里却一直没断过粮。宋昭野，有些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清楚，但你可以信我，我不会害你，也不会害你手底下的兵。我信你，但下次送粮让月着去接，别让人碰见，不好解释。好。军中的粮还能撑多久？有你这批补着，能再撑一阵子。但边关那边不会一直等着，他们迟早会动真格的。那到时候你怎么办？带兵打仗是将军的事，你做好你的事就行，救你的人，种你的粮。你也要好好的，别受伤。排好队不急，今天的粥管够。天河啊，你这土豆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又大又好，一煮就烂，比我以前吃过的都香。自己种的，别问了，赶紧打粥，队伍都排到街尾了。将军，邻国大军动了，前锋营今早越过了淇水关隘的那条河，正面向关隘推进，目测人数至少上万。他们终于等不及了。我们的人能调动的满打满算不到4000，粮草也只够20天。将军，这仗不好打。通知各营，明日一早拔营，我去淇水关。怀城这边你盯着，听河那边，粮和药你多照应着。是。明天天亮之后，把这个给他。将军，东面墙体被撞开了一道裂缝，弟兄们正在堵。用沙袋填，把预备的石料全部搬上去，墙不能塌。传令下去，守住今晚。明天援军一到位，我们就反推。是。夫人，将军让我送封信给您。淇水关那边怎么样？不太好，敌军攻势很猛，我们的人少，粮草也吃紧了。将军让您放心，他还能撑得住，但弟兄们确实快没力气了。这2袋麦子你带走，今晚连夜送回军营。还有这包药材，是止血消炎的，你交给军中大夫。夫人，这粮食……别问了，赶紧走。天亮了，路上不好走。夫人保重。将军，夫人让送来的麦子，还有一包药材。他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说让您放心，粮食和药他会想办法一直供着。交给军医，今天就有。是。
今晚他们还会在宫。主人，你又送了一批粮出去，林田感应到了新种下去的那批种子，破土比上次快了整整2天。聪聪，林田里的粮食还能撑多久？一直种一直收，灵气不断就撑下去。但主人的身子能撑多久？再撑一阵子，仗打完了就好了。他一定会打完的。将军，没事。西面的墙堵上了没有？堵上了，但敌军还在往上冲，弟兄们快顶不住了。他们撤了。将军，他们退了。将军，这伤口虽然不深，但这2天别用这只手提重物，免得撕裂。把乐器叫来。是。瑞王府那边有动静没有？有，京城来的消息，瑞王以筹集军资为名，派人去了南边几个粮仓，名义上是帮我们调粮，实际上他把粮都压在了自己手里，没往这边送。他这是要看着边关撑不住，好让皇帝把罪责推到我头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以为我没粮会垮，但边关的这些兵还能站着。有人比瑞王更快地把粮送到了我们手中。将军，夫人那边要不要告诉他瑞王的事儿？不用，他那边专心做事就行。这些事我来处理。主人，林田的灵气这2天变浓了，是麦子要馊了。不光是麦子的事，林田感应到有人吃了你种的粮之后，心里念着你好，那股暖意就顺着灵气回到田里啦。所以林田里的东西会越种越好。你种下去的不只是粮食。快回来了吧？将军，京城急报，陛下3日后亲临边关巡边，命您做好接驾准备。知道了，回去复命，就说边关一切尚稳，恭迎圣驾。是。将军，陛下这个时候来亲自看一眼边关到底打成什么样。那夫人的事，他的事不用提。主上若问起我的家律，就说在怀城安顿，一切如常。天河，我怎么听说皇帝要来边关了？你听谁说的？街上传的，说陛下要来巡边，这么大的阵仗。连咱们怀城都听见风声了。他来他的，我做我的，粮食照发，点心照做，天塌下来也先让人吃饱再说。宋爱卿，辛苦了。为陛下分忧，是臣的本分。边关的仗打得如何？敌军已退了2次，目前关隘稳固，只是粮草稍紧，但臣已尽力筹措。粮草的事，朕知道。瑞王那边的批文迟缓了，朕会让他尽快处理。谢陛下。
走吧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朕是真心喜欢你的娘亲，也是真的期待你来到这世上。罢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二人的父女情分就到此为止。宋爱卿，朕听说你的夫人是怀城人，开了一家医馆和点心铺，在百姓中颇有口碑。是，卓西略通医术，在怀城做些小营生，不知陛下挂念。你对朕可有什么要说的？臣只有一事：战事平息后，臣想辞去兵权，回怀城安顿。是因为你夫人？是，也不全是。臣打了这些年仗，累了。准了，仗打完你交兵权，朕不拦你。谢陛下。主人，你种的木槿花开了。他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但应该快了。他要是回来了，你打算跟他说什么？还没想好，等他回来了再说吧。刚出笼的，还热着。你等多久？不久。回去了。比上次做的更好吃了。面粉是新的，收成比上一批好。天河，战事基本住稳住了。我跟陛下说了，打完仗就交兵权。你说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到时候你铺子还开吗？开啊，不开我干什么去？那我帮你看炉子。你会看炉子吗？学了就会。大家别看了，将军就是来帮个忙的。排队，想买东西的排队，不想买的也别挡着门。给我来2个。主人，暖心纸满了。主人，林田里面的木槿花开了，外面的也开了，两边连在一起，好多好多。暖心纸满了，林田说他很高兴。主人，林田问我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谢谢抬颜色了，上岗，这下排好，排好。忙完这阵儿，我帮你把后院那几块地翻一遍。你会翻地？以前练兵的时候开过荒，还行，不算太差。
人，暖心值真的满了。林田说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它种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